庆幸哦，可以参加这全人类史上第一届的我想要生活节，而且据说这个传说中的活动是在短短的7天内完成的。这样看到整个过程的这个阵容与状况啊，让我情不自禁的小感动，都想要去沾沾光这样。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是设计跟建造，大家对社区的想象与美好都有自己的一个理解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很庆幸的可以邀请到我们的郑宇能建筑师，还有梅志雄建筑师，他是主人家这样，所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对社区或者空间的一个想象。还有，我们先请郑宇能建筑师来分享一下他对空间还有营造的一些想法的。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啦，就是我跟这个回去大三角 Rakan BM 这个创办跟一些社区活动，这些就是我本身的履历，就是从一名建筑师怎么走入社区。当时是办这个画廊的时候呢，就认识了很多文艺界的人，包括张吉安。张吉安邀请我在2016年的时候去了基达一次做那个道地节，做了一个道地物呢，作为这个展出的一个活动空间。顺便呢也是回到大三角设计这个宜兰广场，所以呢在那时候呢带了一批学生去大三角考察，所以发现呢老街原来是很多问题，而且发现说我一直在吉隆坡做建筑呢，完全对于我本身的社区完全没有贡献，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觉得有点失败了哦。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教育哦，我们读历史跟地理都是讲很大的，就讲地理就好，马来西亚首都在那里，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社区完全是一窍不通，对吗？你想说地理，你有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你的家乡的故事？你知道你的家乡的故事是怎么形成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也是那一次呢，我发现呢，我们应该更加了解我们自己的地方哦。所以我们那时候2016年的时候呢，做了一个考察。2015年，你看到这些店都已经很没落了，然后我发现呢，有33%的店屋已经是没有人租了，然后很多老行业慢慢的走向没落。这间理发店呢，经营了50年，也是在 COVID 的时候关掉，我只能够收到他的那个一些工具，就是他椅子，还有这一套这个电法的，其他东西我也无能为力，暂时保存在朋友的家里面，看有没有机会做成一个展览，还是文物馆之类。这个图呢，我是想说，我们以前我们这种一个个人呢，我们跟家庭、跟我们的邻居、邻里，还有我们整个社区，我们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生活，但是呢，现在的社会呢，我们跟我们的邻居还有整个社区也是脱节了。你住在你的大曼，我住在我的大曼哦，所以很少说有交流的机会。这个是现在的城市规划的问题所在，因为我们可能觉得不需要。这个是大三角跟马来西亚西马很多这些2线城市所面对的问题了。这个是 local market 哦，这个是大三角的 local market。然后我每次去其他城市旅游，我都会去当地的这个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被当地的居民 curate 的一场很漂亮的这个表演，或者是说表现，有颜色、有味道、有声音，然后它也是能融入社会各群各层阶的人，就是包括乞丐，他在那边乞丐，他也不会觉得不自在。但是 shopping mall 呢，乞丐不敢进去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是很民主的，大家都可以在这边共同相处。但反而是我们现在的社区呢，都把这些社会的 unprivileged 的人被排在外面了。你看到这些就是所谓的社区营造，有些政治人物啊，或者是市议会啊，他们会用很快的方法就制造这样子的一个壁画，然后说我们就把我们的社区活化了，你看大家可以来拍照，你看它做起来，我觉得当地人也不会认同，游客也觉得麻麻地了。首先它是没有跟当地人一起做，第二就是它就是要快速的达到一个效果。作为一个建筑师，往往我们做 project 就是这样的 client 给你设计什么东西，我们就设计给他咯。我们的对象只是说达到那个 client 的要求，但是我们做社区的时候我们是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对象。它的构思的方法是从人开始，所以它是颠覆了我们一般的传统的建筑的一个设计的手法跟策划的手法。在2018年的时候，刚好就是有一场火灾，把这个巴萨楼上
烧毁了。当时有一个传闻，就是说有人提议重建一个新的巴萨，但是条件是我要上面要建一个商业大楼或者是建一个 apartment。那我听到傻掉去，在一个老街中心变成被私营化。当时呢，很多关心这个课题的大三角的居民就联合在一起，那时组成的一个团队呢，跟市政府呢提出说，我们要联办一个社区文化艺术节。所以当时候我们拿到的场地是这样子，我们是做了一个规划图，就是在这个文化艺术节，我们想办的活动，应用这个空间，然后打造出来，用最便宜的方法。那是什么方法呢？免费的，就是一些竹啊、木材啊、pallet 啊，就靠一些我们的设计团跟市民一起参与。但是我们想到说，蛋饺的大视野，它这一个系列颜色很漂亮，所以我们用回它的纸扎呢，用回大视野的这个系列颜色，作为同样的颜色的一个装置艺术，来把大三角的特色呈现出来。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2018年的时候的这个时光隧道。只是用这个竹编织成一个隧道，作为这个老照片的展览的一个空间。然后，其实我们做的不是建筑，我们做的其实是我们 build 一个 community， 那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的活动也扩展到不止在巴萨楼上，在好多的地点，就火车头街，在环江公会，在这个艺术街，目的是让参观者他们可以在街上走，去 explore 整个老街。而不是专注在一个地点，所以这个慢慢酝酿出来，就是整个社区、整个蛋饺市民开始对自己的社区有一个认同感跟认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在吉隆坡生活了20多年，其实我对吉隆坡就是没有那个认同感，因为吉隆坡是一个大城市，你生活在那个地方，你跟你的邻居也来自全马不同的地方嘛，所以没有那个社区感。反正我回到老家大三角，我觉得说我是这个地方一份子但是呢，刚好的在2020年 lockdown 的时候 ，MCO 的时候，我就在我的 condo 的楼下发起了一个 urban farming， 所以尝试呢，在我的 condo 怎样做一个社区，所以我们就应用了这个 condo 前面的一块绿地，大概3-4千方尺，然后跟这2位安哥这安迪是刚好住在跟我同一层的 condo， 所以我们比较有交谈也认识对方。我就手稿这样画了一个 urban farm 的图，开始 set up 一个 composting pit。然后在这个树下这边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种植区所以效果是不错。在这个短1年里面呢，我们不只得到很多新鲜的蔬果，也建立了很融洽的一个社区关系。但是MCO 过后呢，大家又各忙各的，又 high and bye 了，因为真的是难得了这个 MCO。然后我本身作为一名建筑师，我在吉隆坡做的 project 当然说比较 commercialize， 没有办法，因为你是做的是一个市场需求的东西，但是我回到蛋饺，我自己对本身的定义是，我是这个社区的一个建设的，帮忙这个社区发展的。我对于我自己的定义是不一样。一个结论就是 ，architecture can be a medium to build human relations， 就是建设这个社区。那这个是我要分享的东西，谢谢大家。其实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只有一件事情，我就拿这一个 CoX 为一个案例来谈一下我在这个之前跟之后我所学习到的东西。之前其实是经历了5年的时间，之后其实只有2个月的时间。一个5年是细水长流这2个月呢是什么？叫什么？我也不懂叫什么形容词。热情汹涌呢，还是激情澎湃呢，还是总之是很密集的2个月了。那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这个机会顺便也整理一下自己了。其实我现在在讲座的时候，我还在思考说，到底我经历的是怎么样的一个2个月。所以我想要讲一下前传，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 CoX 的一个这样的概念。从左边到右边，左边是我9岁的时候跟我的儿时玩伴，然后这个儿时玩伴呢，就在2003年就成立了我们这一间建筑事务所。最右边那个呢，是我们刚刚搬进来，对着那个木头吵架的情形他说那个木头应该这样子做，我讲那个木头应该那样子做。所以经历了50多年，我们都是从小的玩伴到长大。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捡了很多合作伙伴。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团队到一个大团队。
所以我们其实，在建筑里面算是一个建立了一些自己的名声跟品牌。但是呢，我们发现到慢慢的，我们会在一个 comfort zone 里面开始就有所谓的中年危机。那这一辈子就开始看到终点了。当你看到终点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些还没有做的事情，是不是要快点去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念头，这张照片其实是 MCO 过我第一次坐飞机飞去兰高域，就飞上那个上空，我就拍到，这张照片很好，我就拍到我旧 office 跟新 office。所以我们就从一个市郊移回市区。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其实其中一个是一个尴尬。那个尴尬是在 N 年前，我们有一个讲座的时候，我们讲我是修复什么建筑什么样啊？有一个 audience 问我们 Uncle，how many of you stay in heritage zone？ 我们全部都很尴尬，其实我们都没有住在里面，我们只是外围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想说，有一个机会，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进这个区域。至少虽然我没有住在那边，至少我一天8个小时，其实现在是超过了，我一天超过8个小时。甚至一个礼拜7天都在这一个地区里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机遇跟契机。4年前，我们2018年我们就有一个梦想，就是一般上我们每个建筑师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说，我的 office 要找一个古迹区，我就坐在楼上，楼下就是 cafe， 他就做画廊等等这样的东西。其实，在4年前，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地方之前，我们已经跟这一个社区的朋友，其实有画家，有公司啊等等啊，有一些艺术家，所以跟他们有一些共识跟一些沟通。所以这4年里面，虽然我们没有一步到位的找到这个地方，但是那个4年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建立了很多的人跟人的关系，而且这些人从1个、2个、5个、10个到100个不是一天能够建立起来的。那个关系不是我们一个人对100个人，而是我们一个人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好朋友。这4年里面，我们建立的就是这些默契。所以为什么莹莹说我们要做一个东西，我们一叫就会来？其实不是一叫就会来，是在4年前就耕耘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幸运了。这个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那个幸运的程度到哪里，幸福的程度到哪里了。所以为什么 CoX 呢 ？CoX 其实我们的真正的名字叫做 Community Experiments， 但是大家如果看上面那个名字，它可以是任何 Co 跟任何的 X 它可以是 Coffee Experience。我最近常用的就是 Common Ex Girlfriend。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配上你自己的 Co 跟自己的 X。我们希望这个是一张白纸，让每个人都能够用你自己的舒服的方式把它画上你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是 CoX 概念。所以我觉得，既然是一个 experiment 的话，它必须是一个 adventurous 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地方呢是能够犯错的地方。如果你要做对的东西呢，你不要来这边，这边是犯错的地方。所以我这边不只是做的人可以犯错，来的人也接受错误，我觉得错误才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小众的地方，可以犯错的地方，所以它才有试验的精神，才有冒险的精神。这边又有另外一个 CoX 叫做 Coexist。Explain 什么叫做 Coexist 呢？当然大家也问，我们进驻 Hinbus， 我们成为 Hinbus 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我们跟 Hinbus 互动是怎么样的角色，要怎么样区分。如果我们只是 Hinbus 的 extension 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进来。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很简单。Hinbus 在周末很忙，在 weekday 就是很空，我们就倒转，我们要 weekday fill up 这个空间，周末我们要空出这个空间来，让外面的市集或者是外面的人潮可以进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互动。那第二个互动呢，就是 Hinbus 是一个很成功的、已经很成熟的一个所谓的文创，但是它的文创呢是比较倾向于 transactions 买卖，是一个交际，画家、社区跟外界的一个接触。然后我们这个文创呢是一个content的工厂，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于做创作，而不是在做 transactions。所以这个如果可以形成一个互动的话，我相信它能够把这个生态更加的延伸，能更完整了。当我们他答应要租给我，跟我答应要进驻，我们没有签到任何一个白纸黑字，他就花了几十万就把这边收拾干净，我也花了几十万准备进驻。我们进驻，我们搬进来的，我们的 agreement 都还没有 sign，9月9号搬进来，9月10号才 sign agreement。所以我觉得我很享受这种互信的过程，因为我觉得社区呢就需要有那个信任，没有信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得到。身为一个建筑师，我经历了3个过程。一个建筑师毕业出来，我们建筑师做的就是 grading building， 我们在设计一个建筑嘛。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单向的、很 ego 的一个东西。我们在设计一个建筑给你，我认为你应该怎么活，就你要听我的话，你就应该怎么住。其实不是，后来我觉得我要设计的不是一个建筑，我要设计的是一个体验。所以第2个节呢，我叫做 grading experience。那后来我也碰定了，我觉得 grading 是错的 ，experience 是对的。如果我要给你的是一个体验的话，体验不是我给你的，是你发自内心的。
所以我要给你的就是一个窗口，让你从你自己心中找出那个体验。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叫做 curating experience。那当我要 curating experience 的时候就好玩了。所谓的 curating， 我就必须要知道要从你的视角来看。所以我要怎么样从你的视角来看呢？所以我就必须要走入社区去认识每一个人，认识每一个不同的想法。不然的话，我还在那个金字塔的顶端的时候，我就只能跟发展商沟通。发展商讲他的屋子要怎么卖，要卖多少钱，要赚多少钱，我就设计什么东西给他。我根本没有机会跟社区沟通。所以我跟Alan 的方法是不一样。我呢就比较倾向也要从社区吸取养分的一个建筑师。所以我要做 CoX 呢，其实不是我要做什么社区活动，不是的。我只是要把我自己浸在社区里面，让你们给我 idea， 拿免费的 idea， 然后把这种 idea 转换成能够让你们可以喜欢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空间大概后来做好了之后，我们就看到周围，这个时候傍晚的时候，外面的灯光如果大家关灯的话，其实外面的街灯会照进来里面的，是很好玩的。我们跟外面很连接。我们曾经在其中一个星期二，我们有播一套洛素琴的，它有一段是很静的，说竖琴就很阴静嘛，它连这个 aircon 的声音都嫌大声，所以播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们就要把 aircon 关掉，全部静音到完。但是静音的时候，大家突然间听到外面喵，然后车走过，摩托叭，然后配跟那一幕刚好是他在街上跳舞的那个街景啊，反而是变成外面的音乐跟这个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好处呢，就是它也很有连接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搬进来的2个月呢，其实发生了更多事情啊。那天我们搬进来就是这张照片，就累积了槟城的所谓的文化界的人，大家都很兴奋，都为这个地方而创作。其中一个艺术家就把它做成一只雕塑，然后这个是我们第一场活动，就那个舞蹈加洛苏琴的一个纪录片。过后呢，马上的我们搬进来这个一个周末就有一个音乐会，说这个就是乌鸦音乐节。很荣幸的，我们就有机会的去感受一下我们的 office。一熄灯之后放工之后一转身出去就是一个 concert 的感觉。其实大家看到外面那个长桌，它曾经是一个舒展的空间，现在看到大家是放陶放画，所以它会跟着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活动，它一直在改变着。我们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试验那个环境，所以这个跟我们之前想法是接近的。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白纸，我不要太多的设想。所以我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去出其不意的创造一些好玩的一些用法。就不同的艺术家，他们可以进来玩音乐，他就试了我们 office 每一个空间，我就拍 video 起来。他讲这个空间的那个声音很好，听了他某棍场，他讲这个声音很清洁，我不懂他讲什么啦，其实。然后他也在这边出现神出鬼没，有时突然间一个穿白衣的女孩子拿着一个古筝就进来弹琴这样。我们这边喜欢做 crossover 嘛，然后我们想 yoga 能不能跟 live music crossover， 结果那个 yoga 好像跳得很辛苦这样。为了要跟那个音乐节奏啦，好像有点乱了。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因为 CoX 就是可以犯错的空间嘛。大家虽然很辛苦，但是也是很好笑。这个过程中呢，我学习到的一个东西是，大家可以大概继续听，但是我可以大概做一个总结，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跟一般的社区活动是不一样，就是一般社区活动是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Alan 讲说他要去大三角要去做什么东西是有一个目的性的，然后我们呢其实是没有目的的，我们就是要提供一个空间，然后让这个空间反而让给我们营养，所以这个是一个倒转的操作，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一个目标说我们的 CoX 应该是怎么样的，反而是说 CoX 就让它自然 organic 的成长，谁来今天荧光笔来就荧光笔，明天上个礼拜佛青来就佛青，谁来就谁来，那它应该长得怎么样就应该长得怎么样，所以我希望呢，可能这个也是一种选项，然后让我们这个社区活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太大压力，只要继续有人来 crossover， 大家高兴的利用这个空间，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然后至于它应该长得怎么样呢，就让大家来一起把我们这个文化 DNA 把它写出来。所以我大概分享的就到这一边。我在这个状况下，就是我还会有机会来想参与社区活动，或者参与跟社区民意相关的东西。可是慢慢我发现，比我小的人他们已经开始觉得集体主义是一个相当过去的东西。有一些的年轻人尽少可能的减少
跟他人之间的相处。当然，你这样的一个状态，怎样看待这样的事情呢？90后或者是00后的那种比较自我、比较小我的，我觉得也没有错，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时代是进步了，我们的这个时代不但需要大英雄了，我们的时代就是每个人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然后我也觉得，我慢慢的也觉得我是比较小我的人了，我没有什么大理想的。其实这个 COACT 也不是什么大理想，只是说我是从我个人出发，我也认为个人出发是对的。我做这个东西，我自己是不是开心？如果我不开心的话，我干嘛要去做？我真的不需要做。也符合今天的主题，就想要嘛。想要是什么？是我想要，不是我们想要。所以我觉得我做到任何东西都是从我想要来出发。我觉得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想要的，这个社会就是美好的。7天都可以做一个生活节嘛，有什么东西做不到？大概这样的概念，我是觉得不需要给自己设限，东西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理想是可以跟现实同步进行的。有些展览他们在新加坡，然后就跳过吉隆坡，或者说跳过马来西亚，就直接在泰国了。政府是不是有了泰国的限制，所以才没有这么多元的展出？一个表演前从新加坡回来，然后我一个朋友是教艺术的，他说新加坡现在要成立一个艺术大学，但是他们找了很多这些业界的这些讲师都没有适合的人选，因为做这些的艺术的新加坡艺术家都不愿意回来新加坡，因为他们做的创作都对新加坡的政策有所提出的一些抗议，他们知道说他们不会回来，他们回来的话不会受重用。这个是新加坡的我的观察啦，跟我们马来西亚反观，我们呢，你看我们可以在 Facebook 讲谁，都比较，我觉得反而我们自由度还比他们好很多了。如果我一个客户给我一个四四方方很完美的地案，我反正不懂要怎么做，所以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我不看结果，我只是看那个过程怎么把最困难的问题解决，所以我要的是那种挑战。所以，如果讲政府这款费是一个挑战，资金的不够是一个挑战，观众的接受度是一个挑战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挑战里面，做出一个好的艺术品或者好的建筑？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形式。我觉得建筑本身必须是贴近生活的。如果生活的确是有那个困难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去避开它，我们反而应该去面对它。所以我是觉得跟问题共舞，比如说跟疫情、跟病毒共存是一个我们能够接受的事实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说我们跟问题共存？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了，反而这个是一个 inspiration。所以我们感谢两个建筑师在今天的活动，第一个活动里面表达了他们对于人生的这种看法还有想象。所以谢谢大家，所以也谢谢两个建筑师。